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红娘，见过的奇葩事儿多了去了，但这个故事真是让我感慨万千啊！里面有爱情的甜蜜，有文化的碰撞，还有两岸婚恋观的差异，简直是现实版的偶像剧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开讲。我先介绍一下女主角吧，她叫小芳，广西柳州人，94年的，长得清秀可爱，皮肤白的跟剥了壳的荔枝似的，身材也不错，165公分，属于那种邻家女孩类型的。她在本地一家物流公司做文员，收入不算高，但稳定，性格嘛，挺内向的，平时不爱说话，但心里有主意。男主角呢，叫阿伟，台湾台中人，92年的，家里是开五金店的，生意做得还不错。他自己呢，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上班，做产品经理，长得干干净净，戴个黑框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笑起来有点像周杰伦，哈哈。这俩人是怎么认识的呢？说起来也挺有缘分的。2022年疫情那会儿，小芳在家刷短视频，无意间刷到一个台湾博主分享生活日常，觉得挺新鲜，就点了关注。那博主正好是阿伟的朋友，有一回阿伟出现在视频里，评论了一句，小芳就顺手回了句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没想到阿伟居然私信他了，就这样，两人一来二去聊上了，从短视频平台聊到微信，再到视频通话，聊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啊。刚开始小芳也没当回事儿，就觉得有个异地的网友挺好玩的。阿伟呢，嘴甜得很，天天夸小芳温柔可爱，还会分享台湾的生活，比如什么夜市小吃、101大楼的夜景啥的。小芳听着听着就心动了，毕竟大陆这边很多女孩对台湾有种滤镜，觉得那边的男生浪漫又细腻，跟大陆直男比起来，简直不要太会聊啊。可聊了3个月后，阿伟突然表白了，说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想跟你认真交往。小芳一下子懵了，心想这也太快了吧，网恋靠谱吗？更别提他把这事儿跟家里一说，炸锅了。他爸直接拍桌子，啥？台湾的？骗子吧？网上认识的，十有八九是来骗钱的。他妈也跟着劝，小芳啊，咱家条件一般，你别被人骗了，感情还搭上钱，台湾离得那么远，跑都跑不回来。小芳心里也打鼓，毕竟网上骗子多，她怕阿伟只是玩玩而已，文化差异又大，万一将来合不来咋办？可他又舍不得断了联系，毕竟阿伟对他真的很好，每天早安晚安不说，还老寄台湾的特产给他，什么凤梨酥、太阳饼，甜得他心里跟吃了蜜似的。再来说阿伟那边，他家里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他妈一听是大陆女生，脸就拉下来了，啥？广西的？那边不是很穷吗？是不是看上咱们家的钱了？他爸也皱眉，网恋这种事不靠谱啦，文化不一样，价值观不一样，结了婚你受得了吗？在台湾，很多老一辈人对大陆有偏见，觉得大陆人就是冲着钱来的，尤其是女孩子嫁过来，可能动机不纯。阿伟却不这么想，他觉得小芳真诚又单纯，跟他认识的台湾女生不一样，少了点娇气，多了点踏实。这俩人一个在广西，一个在台湾，隔着海，隔着文化，还隔着两边家人的反对，交往之路那叫一个坎坷啊。小芳这边，他爸妈3天2头念叨，你找个本地的多好，知根知底，台湾那男的谁知道真假。阿伟那边，他妈更是直接放话，你要敢跟他结婚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哎呦喂，这局面换谁都头大吧。可这俩人偏偏倔得很，小芳觉得阿伟是真心，阿伟也认定小芳是他的菜，两人咬着牙继续聊，硬是把网恋坚持了整整1年。2023年春节后，阿伟实在憋不住了，跟小芳说，我要去柳州见你。小芳一听，吓得心跳都加速了，心想这下是真的要见光死了吧。她既期待又害怕，期待是因为能见到心上人，害怕是因为万一见面翻车咋办。而且他爸妈还不知道这事儿，要是被发现了，估计得把他锁家里不让出门。可阿伟态度坚决，机票都买好了，小芳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。见面那天，小芳特意打扮了一下，穿了件白色连衣裙，化了个淡妆，站在柳州火车站出口等着。
阿伟一下车，穿着牛仔外套，手里还拎着一袋台湾带过来的牛肉干，远远冲他笑。小芳一下子就脸红了，心想：哇塞，比视频里还帅啊！阿伟走过来，第一句话就说：哇，你本人比镜头里还漂亮耶！这台湾腔一出，小芳直接被甜晕了，哈哈。不过甜蜜归甜蜜，麻烦也来了。小芳本来想偷偷跟阿伟见一面，就把他送走，结果阿伟死活不肯，说我大老远来，不能只待一天吧。小芳没办法，只好带他去附近吃螺蛳粉。谁知道吃到一半，他妈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小芳，你在哪儿呢？小芳支支吾吾没说实话，结果他妈杀到店里一看，旁边坐着个陌生男的，气得当场就炸了。这就是那个台湾男的吧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！阿伟赶紧站起来，鞠了个躬，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：阿姨好，我是阿伟，我对小芳是认真的。他那诚恳的样子，倒让小芳妈的气消了一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伟住在酒店，每天早上来接小芳出去玩，还主动提出要见他爸妈。小芳本来死活不同意，怕他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可阿伟坚持要去，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骗子。结果见面那天，他带了一堆礼物，台湾的茶叶、糕点，还有一瓶高粱酒，进门就喊伯父伯母好，一口一个我是认真的，还聊了自己在台北的工作和家里的情况。小芳爸本来板着脸，后来被阿伟逗得笑了，说这小子还挺会说话。他妈也悄悄拉着小芳问，他看着不像坏人啊，你确定他不是玩玩？小芳红着脸点头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更夸张的是，几天后，小芳爸妈居然态度大转变，开始催他，这男的不错啊，人老实又有礼貌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赶紧定下来吧。小芳傻眼了，心想这剧情反转也太快了吧。原来阿伟那几天表现太好了，每天帮着干活，还陪他爸喝了2杯，彻底把二老拿下了。阿伟回台湾后，小芳爸妈的态度简直是180度大转弯，天天问阿伟啥时候再来啊，你们啥时候结婚啊？小芳哭笑不得，心想之前不是还怀疑他是骗子吗？咋现在比我还急啊？不过他心里也挺高兴的，毕竟父母松口了，他跟阿伟的感情总算有了盼头。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。阿伟回去后，跟家里摊牌了，说我这次去广西见了小芳父母，他们很喜欢我，我也非他不娶。他妈一听，差点没晕过去。啥？你真的要娶大陆妹啊？我们家好歹有点家底，他家条件那么差，你不怕他是为了钱吗？他爸也叹气，两岸文化差太多了，结婚后你会后悔的。在台湾，很多家庭都讲究门当户对，尤其是像阿伟家这种小生意人，特别怕外地媳妇进来分家产。阿伟却不服气，反问：那我跟台湾女生谈恋爱，你们不也怕他们图钱吗？小芳对我好，我相信她。这边小芳也没闲着，她开始认真考虑嫁到台湾的可能性。她上网查了一堆资料，发现台湾社会其实很发达，生活水平比她想象的高多了。不是大陆人以为的那种穷乡僻壤，台北的房价贵得吓人，医疗教育也比广西强，街上干干净净，连垃圾桶都分好几类。生活节奏虽然快，但很有秩序。可他也担心，台湾人会不会看不起他这个大陆妹，文化价值观会不会冲突太大。她跟闺蜜吐槽，我怕去了那边被人欺负啊，万一阿伟变心，我不就惨了。闺蜜劝她，那就多了解一下，结婚是大买卖，别冲动。为了打消顾虑，小芳跟阿伟视频时聊了很多。她问，你们台湾人是不是都很高傲啊？会不会觉得我土？阿伟笑着说，哪有啦，我们这边很多人很亲切的好不好？只是说话方式不一样，你习惯就好。他还拍了台北的街景给他看，说你来这边，我带你吃遍夜市，保证你舍不得走。小芳听着听着，心里的石头慢慢放下来了。2023年下半年，小芳终于下定决心去台湾见阿伟的家人。这次轮到她紧张了，临走前收拾了3天行李，带了一堆广西特产，像螺蛳粉干货、桂林米粉啥的，还特意学了几句台湾腔，想给阿伟爸妈留个好印象。下了飞机，阿伟来接他，一见面就抱住他说，哇，你真的来了，我好开心啦。小芳脸红的跟番茄似的，心想这家伙也太热情了吧。
可到了阿伟家，气氛就没那么轻松了。他妈一见面，眼神就有点冷，客套地说：“哦，你就是小芳哦，长得还不错啦。”小芳赶紧递上礼物，说：“阿姨好，这是我们广西的特产，希望您喜欢。”他妈接过来，随手放一边，没啥表情。他爸倒是和气点，笑着说：“大陆妹，哦，辛苦啦，坐飞机累不累？”小芳有点尴尬，但还是硬着头皮陪笑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芳发现台湾的生活跟大陆真的很不一样。比如吃饭，阿伟家习惯用小分量的碗碟，吃得精致，他却习惯大碗大勺，差点没吃饱。还有说话方式，台湾人喜欢加啦、哦耶，语气软软的，他一开始听不惯，觉得有点嗲，后来才慢慢适应。阿伟妈还老试探他，问：“你在大陆工作赚多少啊？习惯台北的生活吗？”小芳实话实说：“我工资不高，但够用，台北生活节奏快，我可能要慢慢学。”他妈听完没吭声，但表情明显不满意。不过小芳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她主动帮忙做家务，还陪阿伟妈去市场买菜。聊着聊着，发现他妈其实挺爱聊八卦的，他就顺着话题讲广西的风俗，讲得绘声绘色。他妈终于笑了，说：“你这妹子还挺有趣的嘛。”阿伟爸也夸他，小芳很勤快哦，比我们台湾女生踏实。小芳心里暗喜，心想看来还有戏啊。关键转折在最后一天。那天晚上，阿伟正式跟爸妈说：“我想跟小芳结婚，带她回台湾定居。”他妈沉默半天，终于开口：“我还是怕你们文化差太多，婚后会吵架。”小芳赶紧表态：“阿姨，我会努力适应的，我真的很喜欢阿伟。”阿伟也帮腔：“妈，你不是老说我眼光好吗？我认定他了。”他爸拍板：“好啦好啦，年轻人自己喜欢就好，我们管太多干嘛？”他妈叹了口气，没再反对。回广西后，小芳跟爸妈说了这事儿，他爸妈高兴得不得了，说台湾那边的条件比咱们好，嫁过去享福啊。小芳却苦笑，哪有那么简单，文化差异真的很大，我得学着融入。2024年初，两人正式领证，小芳辞了职，搬到台北跟阿伟一起生活。新婚第一天，阿伟带她去士林夜市吃大鸡排，她咬了一口，感动得想哭，心想这辈子值了。婚后，小芳慢慢发现，台湾社会虽然发达，但也有压力，房价高得离谱。她跟阿伟只能先租房住，物价也不低，生活成本比柳州高好几倍。可阿伟对她好的没话说，每天上班前都给她准备早餐，周末还带她到处玩。她也努力学台湾话，融入当地生活。虽然偶尔会被人叫大陆妹，但她心态好，笑着说：“我就是广西来的，咋啦？”小芳刚搬到台北那会儿，日子过得跟蜜里调油似的。阿伟每天早上给她做早餐，三明治配奶茶，偶尔还煎个荷包蛋，温柔的不行。小芳感动的直夸：“你也太贴心了吧，我爸妈都没这么伺候过我。”阿伟笑眯眯地说：“那当然啦，娶了老婆就是要疼啊。”周末他还带她到处跑，去淡水看夕阳，去九份吃芋圆。小芳第一次吃到正宗的台湾小吃，眼睛都亮了，说：“哇塞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，比我们柳州的螺蛳粉还香。”阿伟听了哈哈大笑：“那可不行，螺蛳粉是你的命根子，我可不敢抢它的地位。”可甜蜜归甜蜜，问题也慢慢浮出来了。小芳发现台湾的生活节奏快的让她有点喘不过气。阿伟每天上班早出晚归，他一个人在家闲得慌，想找份工作吧，又怕语言不通被人笑。他试着去超市买菜，结果人家问他要不要袋子，他愣是没听懂，傻乎乎的站那儿，搞得收银员一脸懵。他回来跟阿伟吐槽：“你们台湾人说话咋这么软啊？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撒娇呢。”阿伟乐了，说：“习惯就好啦，我们这边就这样，你慢慢学嘛，更别提生活习惯的差异了。”小芳在家爱光脚走路，阿伟却非要她穿拖鞋，说地板凉了，你会生病。她爱吃辣，顿顿离不开辣椒酱，阿伟却吃不了辣，闻到味儿就皱眉。他还发现台湾人吃饭特别讲究分餐制，每人一个小盘子，他却习惯一家人围着大锅吃。第一次在阿伟家吃饭，他直接拿筷子去夹菜，他妈眼神都变了。后来小声提醒，我们这边习惯用公筷啦。小芳脸红的跟煮熟的虾似的，赶紧道歉，心里却嘀咕，这也太麻烦了吧。最让她头疼的还是跟阿伟妈的相处。
虽说婚前他妈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，可心里那根刺还在。小芳住进来后，他妈老爱旁敲侧击，比如问小芳啊，你在大陆是不是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啊？语气里带着点优越感。小芳心里不爽，但也不好发作，只能笑着说，阿姨，我们那边也有好吃的，就是跟这边不一样。有一次，她做了顿广西菜，想讨好他妈，结果他妈尝了一口螺蛳粉，皱着眉说，这味道也太怪了吧，我们台湾人吃不惯了。小芳差点没憋住火，心想，你吃不惯就别吃啊，干嘛说的这么酸？阿伟夹在中间也难受，他劝小芳，我妈就这样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她其实没坏心。可小芳憋了一肚子委屈，晚上躲被窝里哭，给她发微信，我是不是不该来台湾啊？我感觉自己格格不入。阿伟赶紧哄她，别瞎想了，你是我老婆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第二天，他特意买了束花回来，还跟他妈说，妈，你少说两句，小芳已经很努力了。他妈哼了一声，没再吭气。日子一长，小芳也学聪明了，她开始主动融入台湾的生活，比如学着用台湾腔说话，喊阿伟老公了，喊他妈阿姨，语气软的跟棉花糖似的，把他妈逗得直乐。她还报了个社区的中文班，认识了几个本地朋友，慢慢找到点归属感。工作上，她先从兼职做起，在一家咖啡店当服务员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事儿干，不用整天在家发呆。2024年下半年，小芳怀孕了，这下家里彻底炸开了锅。她爸妈听说后高兴得不得了，视频里喊，哎呀，生个外孙给我们抱啊，啥时候回广西坐月子？阿伟妈却不干了，说啥？回大陆坐月子，那边的条件哪有我们台湾好啊？在这儿生多好，医院设备先进。小芳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她自己也想回广西，毕竟坐月子有妈陪着踏实。可阿伟妈态度强硬，说你是我们家的媳妇，孩子得在台湾生。阿伟劝他妈，妈，你别这么霸道了，小芳想回娘家很正常。最后折中，小芳在台湾生孩子，产后回广西住1个月。怀孕期间，小芳跟阿伟的感情倒是更好了。阿伟每天给她炖鸡汤，还学着做无辣版的广西菜，感动的小芳直掉眼泪，说你咋这么好啊，我嫁给你真是赚大了。阿伟笑，那当然啦，你是我捡来的宝。他妈看在眼里，态度也软化了不少，有次还主动拉着小芳说，怀孕辛苦啦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来做饭。小芳一听，感动得差点哭了，心想这婆婆终于开窍了。2025年初，小芳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取名叫小宝，眼睛像他，鼻子像阿伟，可爱的不行。生产那天，阿伟在产房外急得团团转，生完后抱着孩子说，哇，你太厉害了啦，我爱死你了。小芳累得半死，但看着他那傻乎乎的样子，心里暖暖的。他爸妈也赶来台湾看外孙，带了一堆广西特产。他妈这次没嫌弃，反而夸这米粉不错哦，煮来吃吃看。两边老人难得和谐，小芳松了口气，心想总算熬出头了。小宝满月后，小芳带着孩子回广西住了段时间。他妈教她坐月子，天天炖猪脚汤给她喝，说多吃点长力气。阿伟也陪着来了，在柳州住了半个月，还学着吃螺蛳粉，虽然辣得满头汗，但硬撑着说好吃啦。小芳笑得肚子疼，说你别逞强啦，我知道你吃不惯。这画面简直甜到齁啊。回台北后，小芳彻底站稳了脚跟，她开了个小网店，卖广西特产和台湾小吃，生意居然还不错。她还把小宝的日常拍成短视频发网上，标题起得特接地气，广西媳妇在台湾的幸福生活，粉丝蹭蹭涨，评论里全是好羡慕啊，跨海恋情太浪漫了。阿伟妈也成了她最大的支持者，天天帮她带孩子，还跟邻居炫耀，我媳妇可厉害了，会赚钱又会持家。小芳听了这话，心里那个美啊，心想这婆媳关系终于修成正果了。回头看这段婚姻，小芳感慨万千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当初我真怕嫁过来被骗，怕文化差异太大，可现在想想，只要俩人一条心，啥都能扛过去。阿伟也点头，对啦，我一开始也怕他是为了钱，可他比我还节俭，我妈现在比我还疼他。这俩人从网恋到结婚再到生娃，愣是把两岸的偏见和文化鸿沟给填平了。
成了亲戚朋友眼里的传奇。再说说两岸婚恋的差异吧。大陆这边结婚讲究实际，房子、车子、票子的齐全，父母恨不得把对方祖宗八代查个底朝天。台湾呢，更看重感觉和生活品质，谈恋爱像喝下午茶，慢悠悠的品。可一旦结了婚，家庭观念又特别重。小芳和阿伟能走到今天，真的是爱情的力量加上互相妥协的结果啊！这故事甜中带点酸，酸里又有甜，简直是现实版的虐恋情深加甜宠大结局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真相够啧舌吧？我是丽姐，下次再给大家带来新的相亲趣事，记得点赞订阅哦，咱们下期见。